你是不是也曾经站在武器栏前发呆，心想这么多把武器，到底哪一把才适合自己？别担心，今天我就要推荐5把最适合新手使用的实用武器。无论你想玩法师、辅助、远程或是近战，在这支影片里，你一定能找到一把适合自己的开局选择。而影片的最后，我还会告诉你一个小秘密：一匹帅到不行的骷髅海马造型，不用氪金，不是任务掉落，也不用抽奖，只要你知道去哪里找，就能直接入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ason。本影片是针对刚入坑的新手设计，装备只穿着 4.1 阶装备，使用前期较容易解锁的技能，用简单实用的组合搭配，中后期解锁更强技能后，我会另外出一支中阶打法教学带你升级。我们一开始就来介绍法师系列装备，我选择这3把火焰法杖、自然法杖、诅咒法杖。这3把法系武器都会搭配同一套装备：学者帽、学者长袍、学者鞋。这套装备不只是外观很经典，功能上也非常适合法师新手开局使用。副手武器唯一选择火炬，是相同装备中加成最高的，也拥有很好的普通攻击速度加成以及冷却时间加成。在技能方面，选择 D2 冲击力场，可以将靠近的怪物推开，还能打断他们施法，是很关键的保命技能。R3 加速施法，让你施法技能速度大幅提升，尤其是火焰剑这种可以一直叠层的技能，用起来非常顺手。F2 火力冲刺，提升移动速度之外，也能少量恢复技能，拉打时非常好用。3件法师装的被动选择集中注意，来减少施法时间，这对火焰法杖需要快速叠层的武器特别有帮助。不过诅咒法杖和自然法杖的时候，请改成凶猛这个被动，因为它更适合打持续输出或治疗。这套装备不管是控场爆发还是持续输出都非常平衡。第一把火焰法杖，这是最经典的法师武器之一，操作简单，爆发高，非常适合拿来清怪练等。技能选择 Q1 火焰剑，0秒冷却，能快速叠层，提高输出。W1 岩爆，放在群怪中间，能一次解决一堆小怪。火爆术，强力起手，不只打主怪，也能炸到旁边的小怪。如果敌人正在施法，也可以用这一招直接打断。武器被动灼烧，普通攻击来增加魔法伤害。当有熟练度后，可以选择 W4 火浪，增加攻击力。被动3好斗法师，减少施法时间。实战的时候，先用技能火爆术，直接对主要目标造成大量伤害，也顺便炸到周围怪物。接着马上在群怪中放个 W 技能岩爆，补上第2段范围伤害。之后开始连续 Q1 火焰剑，一路打到叠层叠满。想要打得更快，可以提前开启 R 技能加速施法，让火焰剑射得更快更密。遇到怪物靠近或是精英怪开技能的时候，记得低技能冲击力场把它推开，顺便打断施法，保护自己也能稳定输出。第2把自然法杖，这把武器不只能拿来补血，搭配攻击技能后，输出能力也不容小觑，能控制能打断，是非常全能的新手法杖之一。技能选择 Q2 慢身击刺，范围型的攻击技能，能对目标造成魔法伤害并附带缓速效果。W1 金翅绽放，直线攻击技能，会对怪物造成持续伤害，而且可以中断施法，是关键的控场技能。生生不息，这是自然法杖的特色技能，不只可以恢复自己和队友的生命值，还能对身上有3层击刺的怪物造成额外的暴击伤害，并定住它。武器被动球步急带，在施法招式后能带来生生不息的治愈量。实战的时候，先用 Q2 满身击刺快速叠层，对怪物挂上击刺效果，打到3层是关键。当怪物有3层击刺后，接着技能生生不息，这时不只能回到自己血，还能对怪物造成暴击伤害，并将其定住。W 技能金翅绽放，我会留着作为打断技能，当怪物开始施法时再放，能瞬间打断他的动作，稳住战局。如果你想在补血的同时输出更多， R 技能加速施法可以搭配 Q2 使用，加快叠层速度，接上技能时爆发与补量都会很有感。如果怪靠太近或是释放技能时，记得使用低技能冲击力场，推开敌人并打断施法，保护自己也能保持输出节奏。第3把诅咒法杖，这把武器的特色是持续叠层，引爆暴击。搭配简单又有效的技能组合，是非常适合用来推图打单体 BOSS 的法系武器之一。技能选择 Q2 诅咒镰刀，直线来回飞出的镰刀，每次命中都能叠加1层诅咒效果，最多4层，增加魔法伤害。W1 破甲光束，强力的直线魔法攻击，同时降低敌人的抗性，为接下来的伤害铺路。
一、死亡诅咒，这是主要爆发技能，叠层满后放上去，5秒后会依据叠层数引爆，造成超高暴击伤害。武器被动一，寡恨，普通攻击后可以使目标周遭造成范围魔法伤害。当有熟练度后，可以选择 W4 诅咒光束，群体攻击，快速施加诅咒。被动3，暴怒，增加伤害。实战时，先使用 W 破甲光束削弱怪物抗性，帮后续技能铺伤。接着 Q2 诅咒镰刀，让来回飞出的镰刀快速叠层。等叠3到4层时，接上一技能死亡诅咒，5秒后引爆高额暴击。如果想让伤害更高，我会在叠层中途打开 R 技能加速施法，加快 Q2 诅咒镰刀的施法速度，再补上一发诅咒镰刀，确保叠层更稳，爆发更强。如果怪靠太近，或是遇到精英怪放技能时，就使用低技能冲击立场，把它推开，同时打断它的施法，稳定你的输出节奏。再来要介绍的是斧头跟弓箭这2把武器，它们会搭配同一套非常经典的装备组合：佣兵兜帽、佣兵外套，还有佣兵鞋子。这套皮甲装备在功能上非常适合新手开局，无论你是走战士还是猎人路线，都能打得又稳又快。技能选择 D2 咆哮，这招可以缓速怪物，还能降低它的伤害，甚至打断它的施法动作，在打小头目时非常有用。R3 嗜血，攻击时会吸取生命值，等于边打边补，血线一下就拉回来，生存力大幅提升。F2 昂扬冲刺，这招除了提升移动速度，还能少量回能，在拉怪或放风筝敌人都非常好用。3件皮甲统一选择的是心平气和这个被动，它同时提升攻击力与防御力，对于斧头与弓箭能稳定提升整体表现。第4把战斧，这把武器的特色是能快速堆叠流血伤害，搭配吸血效果，在近战中非常强势。技能搭配 Q1 可以持续叠加流血叠层，不只造成伤害，还能阻止对方隐形，并降低他们的治疗效果。W2 肾上腺素爆发，暂时提升所有伤害、移动速度，还有普攻速度，是战斗爆发的核心技能。1. 喋血飞斧，朝目标丢出一把飞斧，依据流血叠层的高低，飞斧的攻击力与吸血效果也会变强。第一次是爆发伤害，第二次则是吸血回血。要注意，第二次飞斧的冷却时间很长，使用时机要掌握好。武器被动千刀万剐，这个被动技能能让你的普通攻击提升额外的流血伤害，持续输出更高。当有熟练度后，可以选择被动2生命窃取，增加普通攻击时吸血，也可以选择被动4穷追猛打，增加高伤害。实战操作，先用 Q 技能撕裂打击，快速堆叠流血叠层，优先推到3层，这是战斧爆发伤害的起点。接上一技能喋血飞斧，只使用一次，不立刻使用第二次，这样可以发挥最大的攻击力，又能留着吸血机会当备用。启动 W2 线上激素爆发，再搭配 R3 嗜血快速吸血，这时候攻速跑速都提高，直接吸血回血，血线会稳得像开无敌一样。如果你打完一轮还是掉血，那就放出第二次飞斧来补最后一口，这样整段战斗就能稳住。当怪物靠近准备放技能时，记得使用低技能咆哮，降速减伤，还能打断施法，保命效果非常强。第5把弓箭，这把武器灵活，输出高，而且技能搭配起来非常有节奏感，适合喜欢拉打风筝流派的玩家。技能搭配 Q2 致命射击，向前方射出一支穿透箭，不只能同时命中多目标，还能让命中的敌人降低伤害抗性，为你的后续输出铺路。W1 万丈光芒，这是一招范围定身技，伤害也不低，能控场又能输出，是弓箭流非常核心的技能之一。1. 附魔箭筒，开启后会增加你的攻速与普攻伤害，再按一次1，能再补上4支附魔箭，最多可以打出10连发的输出爆发。要注意，第二次开启1最好在第5次普攻打完后马上按下，不然就会错过最大的连击，失去节奏。武器被动1缓速毒药，这个被动可以让你每次攻击都带缓速效果，对拉打或风筝战非常有利。当有熟练度后，可以选择被动3穿甲剑矢，可持续叠层降低敌人的防御力。实战的时候，先使用 W 万丈光芒定住怪物，这样不怕对方乱动，让你稳稳的打。接上 Q2 致命射击，堆叠3层降抗性。当敌人中了3层后，你的后续输出会明显打得更痛。开启一技能附魔箭筒，开始普攻连发，打到第4或第5普攻时，再按一次1，补上那4支附魔箭，完整打出10连击的大爆发。如果血线不稳，就开启佣兵外套 R 技能嗜血快速吸血，搭配高攻速的附魔箭，吸血量也会跟着拉满，生存力直接爆表。
一技能的第二段施法时机非常关键，建议平常就多练，让你的战斗节奏更流畅，伤害最大化。如果怪靠近，准备释放技能时，记得用低技能咆哮来减速、降伤、打断施法，保命非常实用。接下来告诉你怎么获得这个超帅的坐骑外观骷髅海马造型。首先，打开市场，搜寻并购买一个叫做死灵密钥的道具。现在价格非常便宜。接着走到主城里的奇物商人，点选稀有坐骑，就可以使用那一瓶死灵密钥来制作出骷髅海马的造型皮肤。完成后，你可以直接套用在你的马上，变成一匹又帅又阴森的幽灵坐骑，是不是超酷的？今天影片中的5把武器，你最想玩哪一把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。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很有帮助，别忘了点个赞、订阅我的频道，甚至分享跟你一起玩 RBN 的伙伴。未来还有更多更新的武器、地图、副本实测内容。我是杰森，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